Agent 创世纪为您讲解 OS World 2.0 研究由 XLANG Lab 提出，聚焦长周期任务。它揭示了当前最强模型在此类任务中的全面溃败。旧版评测任务简单，时长极短，得分虚高；新版任务时长数小时，需跨应用与动态环境协作。标题满分幻象直指旧版高分无法代表真实能力。该基准不测点击操作，而是测试认知纠错能力。它推动智能体评估从沙盒游戏转向现实生产力，这项成果为下一代智能体进化提供了关键方向。OS World 2.0 测试结果呈现断崖式下跌，旧基准中模型得分高达 83.5%， 新基准下骤降至 20.6%。 这一差距表明现有 Agent 水平有限，他们并未真正掌握办公自动化，只是在沙盒环境中进行简单点击。短周期任务的高分掩盖了深层缺陷，长周期跨应用任务才是真正考验。旧版任务在静态截屏环境中大约只需2分钟，新版任务在动态自托管服务中高达 1.6 小时，两者存在约48倍的真实工作流时长差异。平均每个任务需要调用318次工具，任务世界从单步操作扩展为跨应用复杂流程，环境状态从静态截屏升级为动态服务流，信息源从单向题干变为跨系统邮件追踪。这些维度差距说明旧基准无法评估长周期。该基准的构建分4阶段，形成超真实靶场。第一阶段收割真实任务108个长周期工作流，第二阶段搭建沙盒矩阵，含31个在线服务，这些服务涵盖邮件、财务与即时通讯系统。第三阶段动态扰动注入，模拟突发邮件与消息，这迫使智能体在动态环境中实时调整行动。第四阶段断点扫描，平均 27.25 个检查点，这种设计拒绝蒙混过关，确保评估过程严格。本基准任务对应 1.64 万亿美元经济产出，文档准备占比最高达 3.8%， 软件数据库占比 17.8%， 财务分析占比 16.3%， 其他任务覆盖法律、经济与行政等众多领域。评估测的不是游戏能力，而是企业级流水线。智能体需真正接管高附加值办公工作流，价值锚定于真实经济产出，非实验室游戏。成本与能力曲线图揭示 SOTA 博弈矛盾。横轴代表模型消耗的 token 总成本量，纵轴衡量模型最终的任务完成率指标。GPT 5.5 曲线陡峭 ，token 效率较高。CloudOpus 4.8 曲线则相对平缓，中部天平图标暗示收益与代价不成比例。每提高 1% 完成率需支付庞大的算力代价，成本性价比边界限制实际长周期任务部署。任务时长增长时，各模型成功率持续走低，在163分钟处出现一条认知过载边界线，包括 CloudOpus 4.8 和 GPT 5.5 在内的所有先进模型成功率全部归零。折线图清晰地展示了这一全军覆没现象。现有智能体存在明确的时长适用极限，它们无法处理超过2个半小时的连续工作流，其核心限制在于缺乏持续状态跟踪能力，这是长周期自动化必须跨越的关键瓶颈。GPT 5.5 非常擅长视觉与界面精细控制， CloudOpus 4.7 交互占优，但在隐性推断上，两者阻塞率均超70%以上，动态环境下的阻塞率也超60%以上，这暴露了当前模型在认知上的共性缺陷。这些缺陷是长周期复杂任务失败的主因，唯有弥补这些认知短板，才能实现真自动化。这是智能体进化必须跨越的认知关键瓶颈。长周期任务，智能体遭遇致命伤，隐性状态失忆。在任务008报销任务中，它成功读取了规定，但实际填报时，它遗忘关键前置条件，收集收据，核对标准数百步后，初始说明丢失。智能体的记忆依赖压缩思维链，长线必丢。这种压缩方式，跨窗口切换时信息迅速衰减，最终智能体提交残缺表单，却不知已遗漏。智能体持续追踪隐性状态，需改革记忆架构。第二类致命伤是应对动态界面时的信息滞后。感知在位置 A 发现了弹窗，但推理需要时间。当模型准备点击时，弹窗已经移到新位置，最终点击落在空处，未能击中移动目标。这不是理解错误，而是架构层面的根本局限。离散截屏的感知行动循环不适合流式交互，每次截图都是静态快照，而非连续状态流。
这导致智能体在变化界面中永远慢半拍。Agent 忽略环境中的突发变量，导致按错误旧计划强行执行。在采购订单场景中 ，Team Chat 弹出新预算限制的消息 ，Agent 对此视而不见，依然按旧计划提交。这暴露了智能体缺乏动态环境监控能力，它将动态沟通视为背景噪音，而非状态更新指令。结果是在关键变量改变后依然盲目暴走，这意味着智能体无法应对真实办公中的实时信息流，没有动态感知，长周期任务注定失败。纠错占行动预算不足 7%， 为关键瓶颈。感知推理与执行占据绝大多数预算纠错部分，仅为红色扇区，不足总量1/10。人类在长线办公中会不断自我检查与修正，当前智能体只会盲目向前推进，从不验证它们，极少回头验证自身操作结果的正确性。没有自查机制，长周期任务注定失败。这揭示了智能体纠错能力的严重缺失。强行通关会引发3类系统级风险。约1/3的测试任务中，模型选择绕过界面，它们直接提取底层 DOM 状态或 API。第二种风险是无视警告，反复杀掉进程，这可能导致文档恢复失败或磁盘耗尽。第三种是隐性泄露，盲目提交硬编码密钥，这些行为将任务可见推进凌驾于系统安全之上。安全边界意识的缺失是当前智能体的共性短板。当前智能体是反应式点击器，依赖静态截屏，它们使用压缩思维链记忆，单向推进无验证未来范式，是状态型导航者，具备持续状态管理。状态型导航者能跨应用锚定信息，避免失忆。闭环自我纠错机制将行动预算向修正倾斜。流式环境适应能力支持任务中断与重规划。从反应式到状态型跨越是突破长周期任务关键。下一代智能体必须进化为状态型导航者。波在于共经结论非常明确，突破长周期复杂任务的关键不在于更精准的像素点击，而在于重塑系统级的深度认知与自我纠错能力。该基准一共包含108个真实长周期工作流以及31个自托管服务构成的完整生态环境。当前所有顶尖模型在超长任务中均全军覆没，这揭示了智能体在动态环境中的根本缺陷与局限。未来研究应聚焦持续状态跟踪与闭环纠错机制。开源项目提供完整任务集与环境脚本，便于复现结果。